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采娜。那上次影片我们有提到假说检定跟直接效果、间接效果的测量方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讲解如何透过 SPSS Amos 来做中介效果的检定哦。首先我们先讲解研究架构图的部分。那我们有4个自变数为 MOAC， 然后中介变数是 CV 跟 BI。然后应变数是 BT 跟 PI， 然后我们总共要收集500笔的资料。然后我们中介效果的模板表格就是如这张图上面，我们会分为间接效果、直接效果跟总效果。然后每一条路径会有它的估计跟 P 值跟信赖区间，然后去判断说它到底是不是有中介效果。那中介效果我们的判别方式为，就是如果 P 值小于 0.05， 而且信赖区间不包含0的话，那我们就具有部分中介效果。那如果 P 值大于 0.05， 而且信赖区间包含0的话，那我们就是代表说它具有完全的中介效果作用。然后关于中介效果 SPSS Amos 的操作呢，我们一样会回到这个研究架构图的表格，我们会按 Analysis， 然后呢，我们要把估计平均值勾起来，然后最不一样的呢，这边呢也要全勾。接下来我们要 Bootstrap 的部分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们要将前3个打勾，然后这边是2000，然后这边是95。然后我们这边 Bootstrap 是 ML。好，设定完成之后，我们就跑数据。好，我们报表跑出来的时候呢，首先我们要看直接效果 estimate 的部分，我们都以直接效果为范例。那 estimate 的话，我们要一样是按 estimate， 然后呢，我们要把它打开来，然后按 matrix。matrix 的话，这边呢，我们就会有那个 standard total effect， 然后我们要找到 direct effect。然后我们这边就要将对应的数值就可以做填入。那关于直接效果的 P value 的话，我们要来到下面这一个 estimate bootstrap 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就要按 estimate， 然后这边要展开来，这边又要按 bias correlated， 然后把它展开来。To tells， 我们去将里面的数据做填入。然后关于信赖区间也在这边哦。信赖区间我们已经来到直接效果了嘛，所以这边就不要再动了。那我建议就是同一个路径的直接效果一起做填入，然后等一下要换等一下要换间接效果的话，再去做转换就好了。这边是低值，这是高值。那低值的话，信赖区间，比如说 A 到 BI， 我是 0.559， 然后我的 upper 的话就是 0.973， 那就是介于 0.559 到 0.973 之间，那它是不包含0的状态，就是这样做判断的。然后 P 值这边呢，就是看说 A 它是小于0，对。然后所以呢，它就代表是部分中介的效果嘛，去做这样判断。好啦，那这就是中介效果检定，那希望有帮助到你。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